环球大乱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进桥，向全球各地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顺心。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孙大千，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进桥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刚才今天有3位来宾加入到我们今天非常丰富的讨论。那么第一个话题呢，还是要带大家持续来关注现在中东局势还有战火的最新发展。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呢，他终于是不演了，承认了，说了什么呢？承认他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啊。只不过伊朗这块硬骨头呢，比他当初想的还要更硬，所以不是那么好啃下去。那导致现在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了。那川普也承认呢，他确实有一些错估了伊朗的一些情势哦。奈何啊，这个石油真的太香了，川普还是受不了，就是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所以呢，现在正在部署的就可能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这个派兵来出阵的地面战，因为想要点名抢占哈格岛这一座承载了伊朗90%石油出口的一个经济命门哦。那在今年2026年的年初，我们看到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就是直接深入到你的领地去绑架你的总统，然后接着控制国家的石油。那么对伊朗也会要如法炮制吗？我们来看一下，哈格岛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处理哦，因为它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军对它虎视眈眈。那一直以来，美国都很擅长用这个所谓的政权斩首加上经济控制的这样的组合拳。那最近呢，美国就调来了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也好啦，还有包括了空降师等等，就是在酝酿一个夺岛的石油战。不过伊朗也不傻，他肯定会知道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美国想要夺岛，并且打通这个海峡通行。如果这条任督二脉真的被他打通的话，会被美国之后呢胆子就变得更大了，因为反正我夺下了伊朗的石油，我可以用敌人卖油的钱继续养我美军现在庞大的一个军需费。这个是不是现在川普心里想着一个最棒的剧本？我们先请教大权委员。对啊，对川普来讲哦，他眼中会让他闪闪发光的，不外乎是这2样东西嘛。第一个就是钱哦，所以想尽办法从世界各国来扒皮哦，来压榨，那么希望收进更多的钱。然后第2个呢，他特别爱的哦，就是石油。你不觉得川普对石油有一种那种莫名的那种痴狂吗？对，所以你听到川普在讲的，他反对这个有全球暖化的概念，他主张就是要挖油。他曾经说过 drill， 就是要大家继续挖更多的油出来哦。所以川普这个人对于石油有这种莫名的痴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盘算。所以外界其实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场的这个伊朗战争，川普真正要拿的是什么？川普真正要拿的是石油。他从委内瑞拉那边拿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接下来他如果再掌控了伊朗的石油，然后呢，他下一步如果再裂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切断了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石油的往来，那么他就彻底的孤立了中国。对川普来讲，他这盘大棋真正最后的目标是中国，只是他现在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他在现阶段没有办法打倒中国，所以他用了各种办法让中国大陆能够放松戒心，然后他一刀一刀的切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外援哦。但是这样的盘算是不是能够做得到？我是高度的存疑啊。那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哈格岛。这哈格岛不是这么容易拿下来的，就拿下哈格岛就拿下伊朗的石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不是啊，哈格岛是一个主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港口，没错，它不是在那个岛上产了全伊朗的石油，这是完全是2件事哦。你现在拿下了哈格岛，顶多把那里头储油槽的油这个收刮殆尽。可是真正伊朗产石油的不在那个岛上，还是在内陆里。所以如果你不打地面战争，你不全面占领伊朗，你怎么可能拿下伊朗的石油呢？然后第2个，你现在要打哈格岛这么好打吗？就原本川普在那边这个兴高采烈告诉大家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优势哦，所以轰炸了哈格岛。然后呢，他还在讲哦，他说他没有炸那个石油的设施，但是他把机场的跑道给炸断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蠢的事情哦。你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些前 CIA 或者是美国前的这些军事官员在网络视频上怎么讲？他说再笨也不用去炸那个跑道啊，因为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了，你炸这个跑道只是接下来你的补给会有困难。如果你真的要拿下哈格岛，你 C 这个17根本没有办法降落，你必须要用 C13洞比较短的跑道来降落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好，我现在派部队进去，你派部队从哪进呢？从赫姆兹海峡吗？那你就当靶子被打。那你要绕过赫姆兹海峡，从地面走，
那你就要经过这个波斯湾国家哦。波斯湾这些国家敢不敢让你的部队经过他们？就是现在伊朗已经扬言了，就是如果一旦大家要鱼死网破，波斯湾国家最恐怖的2个重要的命脉，一个是它的石油生产设施，另外一个是它的海水淡化厂哦。那么波斯湾国家如果真的要敢跟伊朗来鱼死网破的话，那么他们马上就要受到严重的打击了。对，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好了，你真的占领了哈格岛，那又怎样？你没有荷姆兹海峡，你占了哈格岛，你能出得来吗？你占了哈格岛，这个哈格岛离伊朗的本土是非常近的，所以你占了哈格岛，你的这些部队就像现在伊朗的这些指挥官讲的嘛，我就要等着烈火把你吞噬掉，我就等着你当靶子进入哈格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当然有很多他天真浪漫的想法哦，但是如果真的要付诸实现哦，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了。是。好，大仙委员刚刚帮我们分析了，确实哦，哈格岛虽然上面是这个石油出口，有非常多掌握伊朗经济命脉，但是刚刚的分析指出哦，美国拿下哈格岛呢，后续还有非常多，不管是防守也好，打通海峡也好，真的还有很多的难关要做。那伊朗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面对现在来者不善的美军拦止哈格岛的这个意图愈发的浓烈。伊朗的武装部队也表示呢，波斯湾的鲨鱼啊正在等待美军哦。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冷酷，但背后的军事现实啊也是很残酷。因为五角大厦很头痛啊，不是说不能登陆哦，而是登陆之后你夺岛之后你要怎么活下来哦？因为你就成了靶子嘛。就像委员说的，哈格岛的地形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易攻，但是难守。那么一旦美军登岛，招呼他的可能就是伊朗的岸基导弹、无人机群、小型快艇这样火力的交织网。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的军事的评论都认为呢，这场登岛作战的风险跟报酬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石油的资源固然好，但是美国大兵的命也是很贵的啊。那这可能会成为一场美军一旦投入就变成了一场绞肉机的战役吗？伊朗不怕你来，请君勿忘，欢迎你赶快来哦。这个行动的关键指标，我们有哪些指标可以看？舰长。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指标，也就是地理的部分啊。我们来看整个伊朗啊，那除了北边这个美军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之外啊，我们看南边其实也是如此。唯一可以登陆的，比较容易的，也就哈尔格岛以及霍姆兹海峡这2个部分。那对于哈尔格岛呢，那其实它不是一帆风顺，一直都是在伊朗手中，从来没有出过事的。其实，在1982年到1986年的这个期间，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就曾经将这个哈尔格岛那个沦陷过，也就是伊拉克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他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后来就诚如刚刚大邱委员以及主持人所讲到的，其实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一个地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那刚刚讲到被攻击的跑道就是在这一块，然后它储油的地方在这一块，甚至我个人的研判，根本伊朗就开了一个空城计给美军，然后你上来什么都没有。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后续的部队会源源不绝的上到哈尔格岛的时候，然后弹道飞弹、无人机就来了。那个时候你跑都没有地方跑。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美国其实它还没有从过去的这种1991年的这一种波湾战争的这种作战形态，也就是精确打击的形态，那个换到现在的这一种无人机或者是这一种弹道飞弹的这种攻击方式。那至于说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啊，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非常多的专家研判啊，其实他们没有想要整个打下来，他只是要这么一块地方，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由北端是由英国来掌握，他们也想美国也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有这么简单吗？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中央司令部为什么要去在轰炸这一块的主要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他已经在帮美军开路了，也就是所有的地下工事，他现在都认为他摧毁了，可是通常最糟糕的就是他以为他摧毁了，但是没摧毁。那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之前大家在讲的，也就是有关于82的空降师，其实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他有可能在沙烏地，也有可能在这一个伊拉克，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到了。那美军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要
大打一仗呢？对其实有，为什么？因为他的预备队都来了。他的预备队，也就是全师号的这个2栖待命支队，这个2栖待命支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间呢，是在3月中旬，它才从圣地亚哥出发。那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算27天到30天左右的时间来看的话，它大概也就在4月中旬会到。但是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兵力啊，大家看前面有个迪利波里号。但是迪利波里号它带着一艘，也就是新奥尔良号的这个2栖运输舰，可是大家会觉得这样很薄弱啊。那其实后来美国根本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艘啊，就是他们的远征机动基地舰这艘船。8万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无论是迪利波里号或者是全师号，它也不过才4万5千吨。它在3月23号已经穿越过这个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了。那如果加上这一艘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两栖打击的一个编队了。那也就是说。这些兵力加一加哦，那其实美国还在做另外一种想象。如果我们来看，周六的这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话啊，他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还想要再派17000名的美军。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研判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佯攻，其实我只是吓唬。那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美国大兵一出动，吃喝拉撒都非常贵的。他们在1991年波湾战争的时候，最前端可以喝到冰的可口可乐。你想到那一个他们的后勤补给有多沉重？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当他们的大军都已经出动的时候，意思也就是势在必行。川普已经动心起念了。是，好，刚刚舰长帮我们很完整的分析哦。现在看美军的后勤跟他们的动作，确实哦。即便哈格岛投入可能是一场绞肉机，但是川普总统或许认为这场事情已经势在必行。我们节目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现在的最新状况。那么这一场战争现在已经不只是梅以的对决了，你背后往后看，也是一场宗教圣战乃至地缘政治的暗流涌动。为什么？因为当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米尼逝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现在是子从父业，也接任最高领袖，就是这位穆吉塔巴。那穆吉塔巴他持续躲在幕后，没有公开现身，但最近他的一封感谢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写给谁的？写给伊拉克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叫做西斯尼塔。他感谢伊拉克人民呢，在对美国还有以色列战争中提供了支持，但是支持是什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都没有讲。但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公开对伊拉克表达感谢，这就有点微妙，因为我们知道伊拉克在名义上是美国、是美军的盟友啊，境内甚至还有美军的基地啊。不过，当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是伊朗神权政府存亡之际，如果抛出这个信仰号召之下，伊拉克是否会成为伊朗某种程度的大后方补给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封信，还有2位这种什叶派高阶人士的互通有无，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还是说穆吉塔巴此刻把伊拉克给端上台面，他在打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操作跟用意为何？杨老师，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了哈。第一个是宗教上，伊朗还是一个神权体制。对，那穆吉塔巴，他一方面是哈梅尼的儿子，另外一方面他是中级教士，也就是中等、中级的教士，他并不是应该在伊朗他的规定以及习惯上要成为大阿亚图拉，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高等的这个教士，你才能有机会被选为最高领袖。哈梅尼其实本来在做伊朗总统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当何梅尼过去的时候，哈梅尼也不是最高教士啊。是。那后来是经过一个就是升级之后呢，把他同时升为最高教士。那现在穆吉塔巴不太可能这个时候升了最高教士吧？他才56岁，刚上任，他的经历也很清楚。所以呢，这个去把就是在伊拉克的这一位什叶派的最重要的最高教士，这个西斯塔尼哈，等于是感谢他，因为他等于是认可他、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是在内部统治合法性上哈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这也显示一个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内部的治理上，可能需要在神权跟宗教上需要伊拉克这位最高领袖最高就是教士他的支持，但是也表示说，目前可能神权政府的稳定性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没有那么的严重，只不过是人需要一些合法性而已，代表说他的实际掌控，我觉得已经巩固下来。第二个呢，当然整个伊拉克的人民里面60%是什叶派。对，以前海珊统治的时候，海珊是少数的逊尼派。海珊用威胁，然后利诱，然后呢买通，的方式呢去掌控整个大多数60%以上是什叶派的伊拉克人民。他最常用的就是那个 Toyota 的那个 SUV， 就是送，因为整个伊拉克的地形是平的，跟伊朗不一样，伊朗是高山高原，对，伊拉克都是平的，然后这个沙漠很多，所以那个 Toyota 的那个丰田的 SUV， 哇，他就是看着后勤保养便宜啊，看着这个一些部落的领袖他就送，因此呢，这一招蛮有用的，但是后来被美国抓走了，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所以现在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是美国某种程度的背后操控，但是政府本身呢，其实经常跟美国有唱反调，因为他都是什叶派人，因为他也是选举产生哈。那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也蛮关键的，在伊拉克跟伊朗中间有个库德族，那库德族在伊朗的西部这边有900万，在伊拉克这边大概有1200万，但是彼此之间还不太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透过库德族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地面战争或代理战争？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伊拉克境内的库德族，伊拉克政府本身有所牵制的话，那这个对于在伊朗境内的900万库德族的这个行动就会有一些影响。了解哈，所以这个虽然库德族在一开始也表态这个老美的战争我们不要去执行，但是现在如果有宗教这些大佬们来出话的话，这两边边界的这些库德族会不会成为之后地面战的一些变数我们也有待持续观察。好，待会我们要继续讨论的是美军大名鼎鼎的空中之眼E3预警机被打烂了，那透露了美军的防御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有荷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有没有可能被双线封锁呢？如果真的封锁的话，哇，全球的能源跟经贸它将面临多严峻的考验？会不会变成美军倒数测计时的一个倒数？因为美国的无王日抗议现在越烧越大。稍后回来我们有更多的精辟观点。